今年万圣节那场著名的豪华晚宴，你参加了吗？那现场过于奔放的舞蹈，你看了吗？如果说你没去的话，说明咱们都是过日子的老实人。大家好，我是大卫，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今天是美西时间10月3号，周末开始我们的环球热点5件要闻。第一件事儿，美国的民主党在接下来的一周是否会收获4连胜？第一个，那就是我们大加州的重新划分选区，我判断呢，大概率是能够通过，毕竟这是深蓝州。第二件事，纽约市长民主党候选人是否能够击败排名第2的库莫，这个大概率呢也能够成。第三个是新泽西州的州长选举，第4个是弗吉尼亚州的州长选举，当然还有个总检察长的选举。这4个呀，它都是这个民主党的固有地盘，在侧面这也是一个对老川执政接近1年的小型公投。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这些州啊，它也有共和党的候选人，也有共和党的选民。如果说老川这1年多没有实现他在竞选的承诺，包括降低物价降低通胀增加这个就业，你看刚才我说的几件事儿，只要咱在美国生活那心里都有本账了。即使你是原来 MAGA 成员，你能否认现在沃尔玛的物价上升了吗？更重要的是老陈这1年多推行了很多的政策，让原本支持他的人呢也有一些疑虑。毕竟就说让美国伟大，它不光是一个家庭的伟大，也不是少数家庭的伟大，你得让大多数美国民众过好日子，无论是红还是蓝，这个是最大公约数，那就是提高收入要么就降低物价呀。美元越来越值钱，大家自然觉得你干得不错，无论你红的还是蓝的。但是呢，这段时间老川干了有个事儿，可能会激起一些人的民愤。在万圣节晚上，他在他的老巢吧，算是那个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举行了一个非常盛大的晚宴，纸醉金迷呀。为什么这么讲因为那个宴会非常的豪华，现场有一些穿着红衣服跳舞的呀，简直闪瞎了很多MAGA 的双眼，因为那个舞蹈是过于奔放。那首先说这个穿着吧，这就不是那个穿的少的问题了，是风格过于前卫与大胆。因为在中国曾经有个词儿不太好，叫齐臂小短裙儿。我一说这个，华人可能大概能够脑补一下那裙子到底有多短，是吧？但是在海湖庄园跳舞穿红衣服的，我一共看了9遍，我发现简直就是不堪入目。为什么呢？他那属于叫齐腰小短裙，那下边呢那3角裤全露出来了。我感觉呢这个过于有伤风化了，不太好。为什么？是因为现在有个背景，美国的政府关门期间，有4000多万人正在领这个食品券，他们呢排了很多队，其中就有纽约的，也有其他一些红州的，大家都在靠这个生活的时候你突然跳那个舞，还有这个专门跳钢管的视频都有，这个差距就太大了，这就有点那个路有冻死骨是吧？那朱门酒肉臭的意思了。这咱着重说一下，这4000万人他也是美国民众，也是选民。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哪怕你再先进再富裕，总有一些人他属于叫弱势群体。有人武断的讲说美国那个吃食品券的那都是非法移民，其实非法移民吃不到食品券还有人说这些人好吃懒做养懒汉，不是的。CBS 专门去采访了一些人，
其中有一些什么老年人，还有一些什么呀残疾人，他的那些补贴，残疾这个老奶奶，她每月只能靠这个生活，她的收入是很低的。如果食品券断了，那就面临这个人道风险。所以说，这4000多万人占美国人口的11%多，这是很大的一个群体。你不能用社达的眼光来看这件事儿。任何发财的人啊，不要看不起那些残疾人、弱势群体，尤其是失去了工作能力的老年人。当他们被时代的列车甩下来的时候，走在前面的人应该给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而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啊，这也是美国国父留下来的理念和传统。人人生而平等嘛，凭什么他们就应该提前结束自己的生活呢？对吧？正是因为老川这一出啊，让人觉得这个嘴上讲着保守的，实际上啊，那是让别人保守，他们自己很开放。你说连那齐腰小短裙都穿上来了，有一些人呢，觉得这事儿啊，让他们思考一些美国伟大是不是让每个人都伟大，还是让少数伟大的问题啊。第二，我们聊一下老川又最近发现了一个事儿，他可能被蒙蔽了。因为他在参加昨天有个60分钟的采访啊，那是哥伦比亚电台非常著名的主持人，问他一个事儿，说你赦免了一个赵长鹏，因为他为你们这个西方最佳财富捐了20亿美金，有部分是捐的，有一部分可能是买的啊，然后你把他赦免了，那你知道老川是怎么回复这件事的？通常人们以为说啊，他为美国做了什么贡献，虚拟货币没有。他说：“你准备好了吗？我要说了，我对此一无所知。”他说他不知道，而且我不认识那个赵长鹏。他说他不认识。主持人就说了：“不是你签字赦免了他的罪行吗？”这老川就说了：“这是我儿子他们搞的。他们说赵长鹏先生受到了拜登政府的迫害，然后呢，我就给他赦免了。”他是这样讲的。主持人就问他：“那你这用的是公权力啊？赦免是民众授予你的总统公权力。”他就说：“那我儿子他不是政府官员。”但是主持人说：“但你是啊。”你看，我们啊，可能在这一点上误解了老川总统。他实际上是一个心理上非常纯洁的人，他几乎都脱离了这个低级趣味了。为什么？赦免的人他根本就不认识，那是他儿子搞的，他纯粹是被蒙蔽了。所以老川我感觉也挺纯洁的。你要说沾上翅膀的话，他就直接就能当天使。所以人家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支持者呢？但是亲儿子都能给他蒙蔽了，对吧？岁数大了，可能就有这方面的问题。第三个呢，是关于美国企业大裁员的事。这个大裁员呢，那是几万人的大裁员，加起来可能有30来万了。这对美国就业市场会进一步的拉低这个数据。因为排名第一的应该是亚马逊电商，它要裁3万多人，UPS 也要裁15000多人，什么微软呐，其他一些大企业都有裁人，沃尔玛都要裁人。听说呢，还要降低一些这个人员的使用率。那有人就讲了，为啥在这时候裁员呢？有2个原因，一个是很多工作确实能够被 AI 替代，比方说沃尔玛理货的呀，这个一些送货的，或者说是搬运的，现在已经是机器人干了，有的人就要裁掉。除了这个蓝领、白领，很多活呢能够用 AI 完成了。一些分析员呢，白领也会被裁掉了。所以未来的世界不是你找的一家大厂就能够过好日子的。你像中国的这个 BAT、百度啊、腾讯啊，一样裁人，
原来说，哎，我在大厂里我是什么 A10、A16，现在一听说大厂不行，朝不保夕，你现在一个月挣1万，可能过一段时间直接失业了最好找个公务员。你看，无论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大厂，也不再是保险箱了。我们再说第4件事就是美资企业正在加速撤离中国。这个实际上和关税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中国把稀土作为关税武器的时候，它确实能够对冲老美的这个关税，但是你总是拿这个卡老外的脖子，那老外一定会什么反击的。所以对于负责任的老板，他通常我既不在美国投，人工贵嘛，我也不在中国投因为你经常要和老美干，那就去一些印度、越南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劳动力没那么高，但终究它安全至少说未来一段时间这个步伐不会停止。第5个事儿还是中国的，我们以前都听说过同济它的土木工程是接近于清华，在整个华东地区一听说同济它的美誉度在土木工程超过了我们的母校复旦，也超过了这个华师，也超过了这个交大。为什么？因为它呢有一个庞大的同学圈子。你像建筑设计院什么景观设计师很多院长、副院长、主要设计师都是同济的。一听说同济毕业的，没毕业前就已经预定了建筑设计院了，说明这个行业确实让他们发了财。但是自从疫情以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一直在往下跌，房价、销量、二手房的价格都跌。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情况，有人就吐槽了，说我们那班同学已经90%失业了，那接近100%，那失业了干嘛呢？送快递什么当保安呢？没办法，这就说明什么？一个时代来临的时候，整个行业都应该提前准备改行，不然的话呢，你就只能是就送快递了。好，今天这5件事和各位分享结束了。最后我问一个问题您觉得老川赦免了赵长鹏，他是否真的被儿子给蒙蔽了？他是否知道赵长鹏为他的家族赚了20亿美金？您可以在留言区负责任的告诉我，因为大卫的粉丝里边就是观众里边既有民主党支持者，又有共和党的支持者，但是我想支持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否通过自己的支持过上好日子，大家赞同吗？另外，明天我讲一个我最近遇到一个事情有必要和大家爆个料，大家敬请打开您的小铃铛，咱们明天见。